嗨，大家好，我是尼克。今天这支影片呢，想和你分享一下我目前成为软体工程师，在业界工作实战超过5年左右的经验了，最实用的6个写程式能够提高品质的小技巧。首先呢，我们必须得说，提升写程式的品质能够带来什么直接的好处，主要是能够有效的提升协作效率，增加程式被测试的可能性，以及对于你自己来说，建立一定的专业度。不过，要维持好的程式码的品质，是必须得付出一点代价的，而代价呢，就是时间了。但很多时候，尤其是我们被需求追赶、无限的追赶、被压迫、被压榨的部分，我们必须用最小的时间去完成最高的品质。这你觉得有可能吗？通常来说是比较难一点的。拿程式码的品质来换成时间，用最快的速度开发上线，这通常都是老板最想要的。这在一开始可能会获得感觉相对的好处，就是程式好像写得很快，上线也上得很快，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嘛。而技术在开始累积的时候，会对后面来的需求有更明显的拖后腿的效应。在乎团队协作呢，通常就要把程式码品质当做一定的自我要求。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工程师应该要有的水准之一。接下来分享的6个实用的小技巧，基本上概念呢都可以通用任何的程式语言。有读过 Design Pattern 或是实作过的，也会发现有一些相互应的状况。如果你对这类内容有兴趣的话，就请记得一定要帮我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顺手给我一个赞，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任何内容咯。第一点呢，避免简写，请使用有意义的命名。很多人呢会在程式里面把参数设置为简写，比方说你可能要写 email address， 但就是会有人把它写成1。那其他的工程师，你要知道你的程式码不会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看，通常程式码会留给很多人看。毕竟程式码呢是一个读比写还会多次的一种存在，像是 email address。有些工程师可能就会觉得写 EA 或者是写个1，那对于其他工程师第一次看到来讲的时候，会觉得说，1是什么？什么是 EA？EA 是谁 ？EA 代表什么意思？他还要去猜，然后可能去翻上下文，去看前后文呼应，才知道原来是 email address。你多打这几个字是会怎样吗？你多打这几个字，键盘是会坏掉吗？现在很多编辑器都有自动补全了，对不对？请尽可能的少使用简写，你的简写和别人想象中的简写可能不一样。像是 password， 你可能会写成 PWD， 如果大家有共识，听起来是还好。但如果每个人命名的简写的惯例都不一样 ，password 他可能就想PED， 那怎么办？这程式谁看得懂？多打那几个字不会花你太多的时间，可是就是因为你少打了那几个字，后面在阅读程式码的会花非常多的时间。所以呢，请尽可能的使用有意义的命名。之前呢，我可能打开一个 library， 而那个 library 的 module 上面是写Hello Kitty， 那我怎么知道 Hello Kitty 是做什么用的 ？Email service 就请你写 email service，Notification service 就请你写 notification service， 不然没有人知道Hello Kitty 这个 service 是会做什么事情。有意义的命名非常重要，请牢记在你的心中。第二个，限制传入的参数的数量。一般来说，我们在写一个 function， 通常后面会有一些 argument 要传进去。那有些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 function 开始因为需求的扩大而增加了传进去参数的内容。一般来说，我们来实作逻辑的时候，会写一个 function， 那这个 function 可能会有很多的 argument 要传进来。透过外部的参数去取决于说这个function里面要实作什么样的内容，有不一样的变化，做出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说这个 function 一开始可能只有一个参数要传入，但随着时间的增长，随着需求的扩大，你会发现可能一个参数不够了，必须得传第2个参数，然后传第3个。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好好的维护这个 function， 定义这个逻辑到底要做什么，很有可能会变成这个 function 传入过多的参数。一般来说，我都会建议一个 function 建议3个参数就是极限了。如果你超过了3个的参数，那么这个 function 会变得非常难以测试，因为它的变因的组合就变得非常的多，复杂度直接是提升到爆表。再来，你会发现，如果它不是直接看到这个 function， 它是直接从别的地方看到 call 这个 function， 比方说 create user 后面传了一大堆的东西什么 name address password IP 什么 address， 然后 referral source 全部传进来。他一开始会觉得说，为什么 nick 要放在第1个？那为什么 password 放在第2个？那顺序有差吗？他必须得去挖到这个 function 的根源，才知道原来这是 email 的意思，原来这是 username 的意思。所以说，如果超过了3个的参数必须传入，也许你可以使用 hash 或是 object 的方式，把它包成一个东西，然后直接传进去。这样子，大家在看到那段程式码的时候，会发现原来要 call 这个 function 之前，必须先把这个 object 做好。那这个 object 里面的 key 会是什么？所以通常比方说像以 create user 来讲，你可以把
上述刚刚想到的那一些东西包成一个例如 parameter 的东西，然后传送进去。这样一来，让其他工程师在读这段程式码的时候，就会知道哦，原来这个 parameter 是要先过这样子的准备，先滤掉这些参数，然后把它做成一个 object， 然后把它传送进去。第3点，我们来简化一下条件的判断式。我们假设一下，把台湾现在可以骑摩托车这个判断式实作成一个逻辑，一个function。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把一个台湾人能够骑摩托车的这个逻辑封装在一个function里面，那可能会是这样子。Can person ride motorbike？ 然后我们把 person 传进去，那 person 呢必须他的 age， 他的年龄必须大于等于18，并且这个 person 他是必须有驾照的，也就是 person 他可能有一个参数或者是一个 function 是可以执行的，它是 has ride license。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符合条件的时候，我们就 return true； 那 else 的状况下，我们就 return false 回去。这样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也很 OK， 可以把它拆成这样子逻辑封装在这里，已经是很完美的了。但是呢，其实可以避免多余需要被阅读的部分。其实呢，我们只要知道能够骑摩托车的条件是什么就好了。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些 if else 都拿掉，直接让这个判断式做成一个回传出去。你可以直接 return personal age 大于等于18 and person has ride license。 这样看起来这一个 function 是不是变得相对的简单？你可以知道我能不能骑摩托车就是符合这2个条件。那在程式里面刚好这2个条件它就回传了一个布林值嘛，因为毕竟你大于等于回传的也是布林，然后你设置了一个 function 回传的设计也是布林的话，那2个布林值 and 在一起，那它就会去看说哦，这条件是什么回传，你就不用再自己写 true or false 了，那反而就变成有点多余。那在让阅读的人看的时候呢，也会相对的比较冗长一点。所以这个小技巧呢也是蛮推荐给大家的。再来第4个，变数定义范围的限制，这个部分可能比较有点老旧一点。以前写 JavaScript 的时候只有 var 能用，那 var 呢是全域都可以被读取到的，也就是说你定义了一个变数，你是可以在 A function 扣得到 ，B function 也扣得到 ，C function 还能改变它。如果你不小心在 D function 命名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那可能会造成一些非常难以收拾的灾难。所以当时因为这个全域的关系，会在设计变数的时候把变数通通放在最上面，那让程式一直往下走。不过当你程式码开始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可能一个页面你拖不完哦，变数定义在最上面，但是你在最下面的时候function有用到它，然后有时候想一想，你又忘记上面定义的是什么，又翻回去，然后来回跳来跳去的过程中，其实就让你的阅读变得非常的难，所以就变成工程师会因为这样子而造成很难 debug。你可能要先去找参数是哪里定义的，然后定义了什么，最后呢再返回 function 去看实作逻辑。不过现在的主流的撰写风格基本上都遵循让变数在一定的作用域里面作用，像是 JavaScript 后来出的 let、const 去避免变数像是以前的 var 到处的乱用，我们尽可能的要把一个变数的作用域限制在一个 function 里面，只让这个 function 可以读，只让这个 function 可以改，让这个 function 结束完之后就丢掉了，这样才会避免造成一些全域污染变数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程式的撰写风格开始一直慢慢的提倡说，尽可能少使用全域变数啊，不要造成变数的污染。不知道在哪里被定义的，也不晓得程式跑到哪一段的时候修改了它，会造成非常难 debug 的 effect。这个呢，也会让你要写测试的时候变得非常难以进行。不过程式语言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把全域变数这个功能给拔掉，毕竟它在有一些非常时期、非常环境的时候，还是有可能会用到，只是机会相对的很小。所以目前现在主流的开发习惯就是让变数在一定的作用域里面用完就丢，不要去干扰别人。第5个呢，一个程式只做一件事情。我们在实作一个逻辑封装成一个 function 的时候，必须要和定义 function 的命名一致的行为，不要偷偷的夹带了其他的功能，这样会造成其他的工程师在阅读上面，或是理解上面，或是不小心抠了你这个 function， 造成了他无法想象的effect。比方说呢，我们有一个 function 是来计算这个订单总价的，这个 function 你可能命名叫做 KQ 的 total amount， 然后把 orders 传进去。例如这个 function 你订单计算总价，你就计算总价就好了。为什么在function 里面要偷偷的发送 email？你的 function name 上面没有说你要顺便寄信，你只有说你要 calculate， 你只要 calculate 这个 order 的 total amount， 就这样子而已，哪里有说要顺便 send email？ 没有吧？应该是没有吧？这样子你会让其他的工程师在抠这个 function 的时候，他如果没有先看 function 的定义，他认为只是在计算一个订单的总额而已，没想到，为什么系统最近开始一直莫名其妙一直发信？最近为什么发信突然那个发信的扣打被用完了？所以我说，在写程式的时候，你定义一个 function， 不要在那个 function 里面做一个除了命名上面告诉你要做的事情以外的附加的任何不必要的东西。如果你说不行啊，我就顺便要送这个 email， 我就刚好有这个场景，你非得要
这么做的话，通常我会建议2种解法。第一种，要么你就把这个东西封装成一个类似 service 比较中性的命名，明确的呢去撰写这个 service 需要做什么事情，做一个流程，让大家在抠这个 service 的时候，他有心理的准备，会说哦 ，service 通常就是表示说一个服务会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他就会知道说，也许它不会只有 calculate 这么简单。那第二点呢，也不是很好的解法，但是会比你原本乱写的方式还好一点点，那就是更改你的命名。你可以把命名改掉，类似说 calculate total amount and send email。不过命名如果里面有 and， 那也就代表说你这个function做了不止一件事，其实也是不太好的设计。只是如果你非不得已的话，我认为这已经是最低的底线，至少你可以不要让你的function挂羊头卖狗肉，说好只是计算价钱，就出现了其他的 effect。第二个技巧呢，也就是我很爱使用的一个技巧，就是 early return。我自己蛮喜欢用这个技巧，主要是我自己在写 Ruby、JavaScript 以及 Golang， 我认为都有蛮适合它的场景的。最主要是可以避免过多的 if 的判断式。当 if else 出现超过2层以上，3层、4层、5层、6层，就会出现类似像是波动拳的东西，然后会有一个很深的草状，这样子复杂度就变得非常的难以阅读。尤其你要找出这个 if 对应的 else 在哪里，然后再加上够多的逻辑堆叠在这里的时候，真的是超级痛苦，就是地狱，你知道吗？就是地狱。所以在设计这种多条件判断的function，我自己会使用 early return 的技巧，让程式呢尽可能的提早结束掉，避免去执行到不该执行的地方。我都把它想象成就像是玩一个电流击击棒这样子，如果只要一碰到不符合，就直接跳出程式。好，我们看一下范例哦。举例来说，今天我们如果要返回一个东西，一个 return 一个 stuff， 然后我们要传入2个参数，也就是所谓的2个 argument， 只有在这2个参数都通过验证的状况下，我们会在程式里面拿这2个参数再去做成另一个参数，然后这个参数呢，新做出来这一个也必须经过验证，最后我们才 return stuff。那如果是没有通过的状况下，一律就是丢出 error 的 exception。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段程式，如果用了一堆 if else 的方式的话，就变得很难以去理解。目前这里还没有看得出很多逻辑哦，我都只是先写1行2行而已。但是如果我们使用 early return 的技巧，我们把它重新的写过一遍，会变成怎样呢？你就会发现，程式只要一发现出错了，就直接丢 exception， 直接离开这个 function 了。这样一来，我就可以让程式码尽可能的保持只有1层的判断，也就是 if 如果达到了，就做，就继续往下。如果 if 做没做到，那就 exception 丢出去。这样子这个function阅读上面也就可以从上到下的去理解它。这在相关的 design pattern 也有提到，例如 fail fast 或者是 guard clause。不过这在某些程式语言，例如 C， 它只要超过一个 return 的点，会被视为不好的设计。至于这样写法到底好不好呢？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毕竟写程式这件事情，代码的风格是主观的，只要团队有共识，大家能用最快速理解的方式。不过呢，我自己是蛮喜欢这样子的撰写风格，再搭配其他遵循的约定以及 design pattern 学到的一些东西，就可以写出容易维护写作的程式码。今天提供的6个小技巧都笔记下来了吗？立马就可以在你现在的程式码做一些改进哦。以上呢就是这支影片全部的内容了。如果你喜欢今天和你分享的内容，也请记得帮我按一下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留言告诉我你的心得和想法。今天有没有学到什么你觉得非常有用的技巧呢？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创作最大的原动力。我是 Nick， 在地上滚的工程师。那我们就下次见喽。